Hello，大家好。这几年我印了上万张图，试过了各种特种纸，有的纸能够让画面质感翻倍，有的真的是浪费我的钱。今天就带你们了解市面上的特种纸的种类，告诉你们哪种图该配什么纸，帮你们避开我以前踩过的坑。先来说一下最常用的几种。第一个是白卡纸。白卡纸呢，它其实在我们记忆里面用的不是很多，它的厚度是比较适中的，色彩还原度大概是80%左右，适合打印一些证件照、显笔画。如果打深色的话，就比较容易显灰掉。然后再就是铜版纸，铜版纸可以看得到，它是商业印刷最喜欢用的一种纸，它的表面非常的光滑，反光很强，就适合打一些像产品图呀，然后海报呀，这就是不太适合打印一些哑光系的图片，就会显得很脏。你看白卡纸，这个是白卡纸，这个是铜版纸，铜版纸就相对来说比较光滑。好，然后再来讲牙粉纸。牙粉纸也比较常用，牙粉纸呢，它就是铜版纸的哑光姐妹，它就不反光，手感也高级一点，有一点点像触感膜的质感，打印出来色彩也不错，比铜版纸柔一点，没有那么艳，比较适合打图文类的，比如说自己做的卡。但是它也不是比较适合打氛围感的纸，因为它很平，也没有什么纹理。你看这个是用触感膜打印出来的牙粉纸加触感膜的一个质感。触感膜的话就是有一点贵，但是说实话它打印出来真的是非常摸起来质感非常舒服，就是它可能表面看不出来，但是摸在手里面是非常又光滑又有点阻力感的这种触感，反正触感非常的好。表面是这种磨砂的有点滑滑的质感，摸起来超级舒服，非常有高级感。但是打印浅色调的时候，你的图片的对比度如果太淡了就会偏灰，它就适合打印那种有一点点对比度的插画。但是像这一种就是这种饱和度比较多的弱对比的也还是比较好看的，就是有一种高级灰的感觉，就是对光的一个感觉，触感摸起来真的好舒服。我们再来讲一下，再来就是粉白柔雪，这个是本白柔雪的纸，这个纸我真的超爱，有一种细腻的阻尼感，它就不是那种粗糙的感觉，是那种很温柔的色感。它打出来是适合那种光影感强一点电影截图的感觉，它就很适合打那种文艺电影复古海报，简直就是老照片的魂，我可以说是。宋王可以说是这个本白柔雪就是氛围感吃天下。欣赏一下美图，这摸起来也很舒服，但是没有触感膜那么舒服，它还是有阻尼感在的。你看这个纹路，这是本白柔雪的这个纹路，就是它有一点微微的那种纹路，就是很显氛围感，它有种很微弱的纹路，但是又不是细纹纸，就是本白柔雪。这普通照片、氛围感照片都可以用它。然后再说满天星，满天星它这个就是老网红纸了，真的很多人推荐，也确实是貌美。你看这个闪，这个细闪就很像夜空的那种星点，所以打这种夜空图超级好看。它就打这种童话感、梦幻感的这种插画，你看特别棒。小精灵的图片还有人物的图都可以用它打，但是深色图印上去有一点点护星光，有一点点，但是深色图也超级美。你看这是3个深色的图，深色的如果是图片色系比较偏深，它会有一点点吃图。你看这一块的细节
就看得不是很清楚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深底，然后配个浅色系的图，哇，绝美！你看这个高光，这个深色底加这个高光，哇，绝美！近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满天星真的绝美啊，绝美！就是用这种深色的黑色的底加这种高光的细节去打印，哇，真的超级。这是浅色的效果，浅色的也好看，但是董货说的进口珠光更适合打浅色。先看一下，再来天星的这个是，再来讲这个星光珠语的，它这个也是一个闪粉纸。可以看得到，也是一个闪粉纸，但是和满天星不一样，它的这个闪粉是更分散、更细腻的。你看这个是满天星，它就是一整瓶的覆膜都是满天星。这个是星光珠语，这个是星光珠语的。我形容星光珠语就是打过高光粉的满天星，就是买妆的光泽感，它跟满天星不一样，满天星就实打实的闪。它这个就是那种美妆的很细腻的光泽感，很适合打这种偏冷调、优雅的浅色系的，有点贵气的。你看，这种浅色系的打上去很好看。给你看一下这个对光，看一下，对光可以看到这种细闪，对光可以看到这种细微的闪。你看，白色的可能，你看这个白色的，在白色上面有一点这种细闪，就是那种就是网红，就是网上面很火的那个高光闪粉的质感，就是它的闪不多，就是很细微的光泽感，就是像在你图上加了一层薄薄的高光粉一样，其实也是好看的。你看这一颗也是好看的，它就适合那种低调、优雅、贵气的浅色系的。再来说一下，好，这个是星光珠语在这边，然后到了最推荐的一个进口珠光，进口珠光，我这个真的是要跪着推荐了，真的超级强推。它首先它的珠光是超级均匀的，整个纸面非常滑，非常亮，有一种很温柔的暖调的光泽感。有的珠光是冷调，但是我这一家打出来是有点偏暖调，但是它不管是偏冷还是偏冷，我觉得都很好看。它就是适合打这种浅色系的图，唯美风的、白日梦的感的这种图，真的超级无敌出片好看。如果你的图太暗的话，它看起来没有那么亮。比如说这一张纸，虽然也是好看的，因为它饼图本身就是带一点光泽的，所以打在这个纸上面也是好看的。但是它是更适合打这种浅色。你看，哇，这个高级感，这个贵妇感，我的天呐，太仙气，太美了！哇，真就是拿到手一整个爱上。我就特别喜欢用珠光纸的，进口珠光纸的。就是它的这个非常细腻，色泽感非常细腻，然后打出来的实物效果真的超级好看，超级无敌好看，就适合打这种梦幻的图，这种梦幻的图都超级适合。这是进口珠光，然后就是下面一个就是水彩奇丽，水彩奇丽它的手感是凹凸感比较强的。这种像水彩纸一样的，你一摸就知道它会吃墨，打出来的那种颗粒感非常的足，就是那种铅笔稿呀、日系水彩、古典插画就会比较还原一点。但是你看黑白的，它就不是特别的适合，像这种彩色系的就适合一些。它打印出来太精细的线稿的话，会吃掉一部分细节，所以要避开那种特别密的图，就适合这种大面积的色块的图，就非常适合用这个纸打。你看这张图看的就很明显，它的这个纹路，水彩奇丽的，就是这种水彩纸的感觉，然后厚度也是比较厚的，大概300克吧，300克。
它就不太适合打这种黑白的，或者是纯黑纯白的都不是很适合，会有点吃细节。但是就很适合这种对比度高一点的，这个打出来就很有质感。这个的话还是没有刚才那个进口珠光好看，如果这个用进口珠光打就会比较好看。你看这种水彩奇丽的也比较适合打那种复古感的饼图，用这个打也很适合，就有一种质感在。哇，好美，这张真的好美，就是那种复古的高调感，像黑白的就不太适合。这个是水彩奇丽的。好，下面就是开始讲细纹纸了。这个是哑语细纹，可以看得到这个纹理。哑语细纹它这个纹路很特别哈，是像那种羽毛一样柔柔细细的纹理。这是那种轻盈的空气感的照片，比较合适。它就是模拟那种羽毛的质感，看这种羽毛的纹路感。方呀、圆呀、浅色系的都可以用这种打。这个我是看着饼图是这种带有羽毛的特色，所以用这个图打了。这个纹理，这个纹路，像这种太深色系的就不太适合，这个更适合用本白柔雪打。但我说实话，它摸起来有点像那种指纹的感觉，而且它的纹路其实有一点点像指纹。如果细看的话，你看细看的话，有一点像指纹的感觉，有些人就不太喜欢这个手感。它不适合大批量的去打扁图。好，这个是哑语细纹的，再讲别的细纹是。再来讲这个钢骨水纹的，也是纹路纸，纹路的特种纸。这个纸我一开始以为会很鲜，结果上手发现它像瓦楞纸一样。这不就是瓦楞纸的质感吗？它纹路比较粗，不是比较粗，可以说是很粗。打那种粗犷感的图，复古工业的插画感的图会很有意思。你看这个其实超级适合，它虽然纹路深，但是打这种对比度比较高，然后有一点点复古气息的在就很合适了。这个就相对于这一张和这一张要合适很多，有一点复古感，对比很强烈，色彩很鲜艳的，还比较适合用这个的。你看这个就不太适合，这个就是这种粗犷的纹路和这种细腻的画风有点冲突了。黑白的看个人情况，如果你喜欢这种粗糙的纹理感，可以打回白。这是浅色系的一个效果，你看这个纹路，这不就是瓦楞纸吗？但是配这种像网格啊，然后这种瓦楞质感的应该都比较合适，这种工业复古感的应该都比较合适。好，这个是钢骨水纹，再讲超感细纹。超感细纹应该是细纹里面最细腻、最万能的一种纸哦。超感细纹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纹路真的很细，非常细腻。它纹路就不是很明显，摸起来很舒服，很均匀，有一个纹路，打啥图都能 hold 住，是那种保险纸。如果你不知道用什么纸呢，有一种超细纹的，尤其是适合这种批量打印的时候，它一般都不会出错，不怎么吃色，是万能保底款。就是想要纸张有质感，然后有一点纹路的，就用它打。这个打什么图都还比较合适。你看这种纹路很细腻，但是又不是全然没有的，这是若有若无的纹路。然后再讲一下彩石细纹，它的纹理感受到就是像橘子皮加大壳纹的结合体，就是它是比水彩奇丽要细腻一点，但是有点温柔，有点手感，插画是比较合适的。彩石细纹可以细看一下它这个纹路的质感，你看它有点像橘子皮，又有点像蛋壳的质感，轻复古风。
这种质感。这种黑白的也相对而言比较合适，因为它的纹理不是很重，也不是很轻，打这种黑白的就刚刚合适。你看，黑白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质感的，用这种带一点点中等纹路的去打。这个是彩石细纹，然后再来说米白雅典。米白雅典这个纸可以看得到它的纹路还是很明显的，这个纸比较特别，它就是像那种水波纹加竖纹的结合体的感觉。上手的感觉是明显有纹路感的，适合那种纹理控的姐妹，打些稍微有质感的照片会比较有调性。看这种纹路感，这种黑白的也是适合的，但是没有这个彩石细纹的适合，因为它的纹路感太重了一点，就是让人忽略了它的图。打这种就很合适，就是这种本身就是带有一些水还有树的元素的图就比较合适。这个是米白雅典。再来看利福细纹。利福细纹可以说是所有细纹里面最文艺的一个了，文艺复古风闭眼冲，也不浮夸，很稳重，它就是那种英式，就是那种老英式的复古感觉。看，就这个纹路，它的存在感相对强烈，但是又不浓重，它的纹路就是有点像这种一条条的菱形，很有味道，很复古，很老派的感觉。就是打那种格纹的插画，或者本身就是排线感很强的图，简直就是像量身定做一样，而且很适合打这种本身就带有格子元素的图，就是感觉那个格子被立体化了，真的很有质感，适合喜欢做拼贴本、剪切手账的朋友。你看这个真的很有质感，特别是配这种西装皮纹革履的这一种，哇，很有质感，内服细纹。但是打这种图就不太合适了，这种就是整个画面感觉是非常现代的，用这种格纹的就不是很合适了。但打这种复古插花，哇，简直就是像为这种复古插花量身定做的，特别文艺，特别优美，特别好看。这个真的很有质感，这一张很有质感，打这一种也比较合适，就是那种老派复古的感觉就比较合适。像这个还是用之前的水彩奇丽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对比度比较高的绒面的，这个用绒面细纹打会比用这个利福细纹打要合适一些，但是这两张就超级合适。这种纹格很立体，这个是利福细纹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到了绒面细纹。绒面细纹，你看这个绒面细纹，它就是这个整张纸都是绒绒的，写字也比较容易糊，所以不太适合写字。绒面细纹就是摸起来真的是有一种奶糯糯的感觉，有点像毛绒的那种质感，就是打那种毛茸茸的插画呀、小动物呀就比较合适。暖色调的也很合适，朦朦胧又可爱的感觉。色彩艳丽的也能 hold 得住，饱和度很友好。
这是黑白的。因为它没有什么纹路，它就是非常非常均匀细腻的一个绒面的质感，也相对来说比较百搭。但是比起这种冷色调的图中暖色调，明显用这种绒面细纹的打要合适一些。你看两个对比，一个是冷色系，一个是暖色系，把这种暖色系非常鲜艳、对比度很高的这种唯美向的插画就非常非常合适用这个绒面的纸，这个的话就相当于不那么合适。但是翻一个面，你看这种，我翻一个面，我这个是做了一个正反两面的，这个是用的绒面细纹的，这个是用的彩云膜。你看这种现代风的用彩云膜就是很绝配。好，再来说一下彩云膜。彩云膜也是一个网红纸了，这是一个小彩蛋，彩云膜的小彩蛋，少4张。这个是彩云膜，它也算是一个网红膜了，有一种彩虹的这种遮光感。哇，这个彩云膜这个遮光感真的是绝了。如果你的图本来就很现代、很赛博，就很适合用这个打。但是这个图不要打太花了，不然的话颜色会打架。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彩色，本来就是自带炫光的。如果你的图、你的稿特别花的话，打出来效果可能会起一个反作用。适合给它叠 buff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打印这件事情它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关键看你怎么想，想让画面呈现什么样的感觉，它是细腻的、复古的，还是带一些闪闪的精致感。下次打印前就记得翻出这篇笔记对照看看，不要再自己纠结了。如果还拿不准，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先打一个小样适应一下，毕竟纸张的这种质感啊、显色度呀，你真的是上手之后、摸到以后、看到以后，你才能感受到差别。你们有什么打印踩过的坑，可以打在下面给姐妹们避避雷。好啦，这一期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